接下来呀，我们来讲《了凡四训》的积善之方。易经上曾说过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如果我们想把坏命改为好命，不单只要改过自新，还要积善积德，这样才可以把前世所造成的罪孽消除掉。善事积多了，自然就能够转坏命为好命，因此可以证明它的效验呐。古时候有一户姓严的人家，要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孔子的父亲，就打听他的祖先，而不管孔家是否富有。因为严氏认为，只要是上代积福，他们的子孙呢，就一定会出人头地的。果然，后来孔家呀，便出了个圣人。还有啊，孔子也称赞舜的孝，指出舜的孝是很不平凡的。孔子说，像舜这样的大孝啊，不但祖先要享受他的祭祀，而且世世代代的子孙可以保住他的福德不会败落。果然，历史又给圣人的话做了印证了。福建公卿杨荣，他的祖宗世代以摆渡为生。每当暴雨成灾，冲毁民房的时候，总有人畜货物顺流而下，别的船只总是争相地捞取货物，只有杨荣的先祖啊，以救人为要，货物一概不取。村民们都笑他愚笨，可是到了杨荣的父亲那一代呀，杨家便渐渐地富裕起来了。有一天，一位道人到杨家说，你家的祖先积有阴德，子孙一定会享受荣华富贵，可以将祖坟建在某个龙穴上。于是啊，杨荣的父亲便按照道人的话去做了。后来杨荣出生了，在20岁便中了进士，一直做官到了少师，而且朝廷还加封他的祖宗3代的官号。而他的后代则是荣华富贵，人才辈出。所谓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浙江有个读书的人叫杨自成，他在县衙里面做书办，为人公正，心地忠厚。有一次，县官处罚一个犯人，打得血流满面，倒在地上。可是县官还是很生气，给我打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啊，冤枉啊，冤枉啊，大人！打打打，给我打！哎呦，饶命啊，饶命啊，大人，冤枉啊！哎呀！杨自成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这样下去啊，犯人会被打死，就起身来到公堂下方，跪下为犯人求情。大人，请大人息怒，恳求大人饶恕了他吧。不行，这个犯人触犯法律，又违背公义，还不肯就范，叫本官怎么能不生气呢？大人，如今朝廷已经没有是非可言了，政治一片黑暗，贪污腐败，人心涣散已经很久了。审问案情也要可怜他们不明事理，误导法网。
就是问出了案情，都不能够高兴啊，又怎么可以发怒呢？大人，望您三思啊。带他下去吧。多谢大人。原来杨自成的家境贫穷，却能够洁身自爱，从来不接受别人的财物。碰到犯人缺粮时，他都尽力的救济，即使是自己挨饿，也在所不惜。他这种舍己为人的行为从来就没有改变过。后来他生了2个儿子，都是有名的大臣，而且后代呀也都兴旺不衰，官运亨通啊。常言道，上天有好生之德。在明朝英宗年间，福建治安混乱，百姓做贼谋反的很多，于是朝廷就委派布政司谢都师去搜查围剿所剩下的土匪余党，捉到就杀。谢都师呢，不想滥杀无辜，便暗中先设法取得贼党的名册，凡是没有参加贼党组织的人呐，就暗中发给他们一面白色的小旗，叫他们在官兵进城的时候呢，将旗子插在门外，并且还禁止士兵不许滥杀无辜。因此啊，救了近万人的性命。后来谢都师的子孙有中状元的，当宰相的，中探花的，满门尽享荣华富贵。还有福建莆田县的林家，也发生了一个传奇的故事。大家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大家都有份儿。送你一个，谢谢。再给你一个，不要抢，都有份儿。林老夫人乐善好施，常常给穷人赠送馒头，天天如此，风雨无间。可是有个其貌不扬的穷道人，却一天索取6、7个馒头。3年来都是这样，而林老夫人却从来没有拒绝过，和颜悦色地照送无误。林老夫人，你是？我吃了你3年馒头，无以为报，特地前来告诉你，你家里有块宝地，风水很好，死后葬在那里，你的后代子孙做官的人数就会有一生芝麻那么多呀。真的，多谢道长指点。不必言谢，你诚心诚意的救人，应该得到好的善报啊。这太好了。后来林老夫人去世了，她的后人就依照道长的指示，把她安葬下去。林家后代的子孙，第1代就有9人做大官，可见他好善积德，确实能够福泽后代子孙呐。另外还有一位冯卓安太史的父亲，也曾经做过救人的善事。冯老先生从学堂回家的时候，半路上看到一个人倒在雪地上，已经快要冻僵了。
他马上就脱下自己的外衣，帮那个人穿在身上，而且扶他回家救治。冯老先生救人之后啊，就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到一位天神，告诉他说：你救人一命，完全出自于一片至诚，所以我要派宋朝的名相韩琦投生到你家做你的儿子。后来呢，他真的就生下了卓安，就取名为冯琦，以作纪念。常言道，心地光明，神鬼静。台州有个英大猷尚书，壮年的时候在山中读书，遇有这样的奇遇。哈哈，小倩，你的机会来了。李家村里有个妇人，丈夫出了远门，很久都没有回来。她的公婆以为儿子死了，所以要逼她改嫁。可是她要守节，不肯嫁呢。是呀，明天晚上就会来这里上吊了。我终于找到一个替身。恭喜恭喜！今晚我就为你庆祝吧。到了第二天，英先生为了救人，就立刻卖掉了自己的田地，得到了4两银子，还假造一封那个游子的信件，一起寄到那个妇人的家里。游子的父母看了信之后，因为笔迹不同，有点怀疑。可是后来回心一想，一定是儿子很平安，才会把银子寄回来。因为这银子可是真的呀。所以啊，他们没有再逼自己的媳妇儿改嫁了。后来呢，他们的儿子真的就回来了，这对夫妻啊也得到了保全。那太好了，应先生不但救了人，而且还挽回了一段婚姻，真是难得啊。后来应先生又听到了那个女鬼说道：我本来已经找到替身了，哪知道又被那个秀才坏了我的事儿。你为什么不去害他呢？不行啊，天帝因为知道这个人心地善良，有阴德，已经派他去做阴间尚书了。我怎么还能害他呢？应先生从此更加的努力，日日行善，积德甚多呀。碰到饥荒的时候，一定捐献粮食救灾。遇到有人急难，他也会尽力的给予帮助。要是遭逢不如意的事儿，他也是逆来顺受，从不怨天尤人。所以啊，直到今天，他的子孙当官的还是比比皆是啊。浙江嘉兴县有位涂康熙先生，最初任执行部主事，常常到狱中探查案情，遇到无辜冤狱的人呢，就会签报案情给主审官重审。后来啊，无罪释放的冤犯达数十人之多，所以百姓都说他公正廉明，而他却从不居功啊。过了不久呢，涂公又陈书上奏，向皇帝建议每5年派遣一名减刑官到各地平反冤狱。皇帝马上准奏，而他呢，也被委派为减刑官之一。
有一天晚上啊，荼公梦见了天神，告诉他说呀，本来你命中是没有儿子的，因为你提出了减刑的建议，正与天心相合，所以上天要赐予你3个儿子，将来都可以做大官，穿紫色的袍，束金香的带。后来呀，就真的生下了英宣、英坤、英俊3个儿子，果然都做了高官。接下来要跟你说的故事主人翁啊，也算是我们袁家的远房亲戚了。是吗？他是谁？他是嘉兴的包平，他的父亲做过直州的太守，生有7个儿子。包平排行最小，入赘平湖县袁姓人家为婿。虽然他博学多才，但是屡次考试都上不了榜。有一天呢，他到某湖附近游玩，恰巧就碰上了下大雨，雨下得很大，包平就和他的书童来到一间比较破旧的寺庙里躲雨。包平进到寺庙内以后呢，就看到外面下大雨，寺内下小雨的情况，看到还有水滴到了菩萨像的脸上，他心里大急，急忙不顾自己身上的潮湿，拿出唯一的干的干净布给菩萨像擦干净。这时候啊，寺庙里面的和尚听到了外面的动静，就出来看看，看到了包平正在给佛像擦拭雨水。阿弥陀佛，这位施主。师父，在下不忍心这观世音菩萨被这雨水淋湿，所以你可否把这10两银子拿来修建庙宇？少爷，不要再送了，这可是你全部的家当了。只要观世音菩萨的圣像安好，不被雨淋，我就是赤身露体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师父，这是我的一片真心，望您笑纳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施舍钱财衣服并不是件难事，最难得的是你那至诚的心呐。阿弥陀佛。师父，您不必客气。寺院修好以后啊，包平带着他的父亲重游这座佛寺，并且住在了寺庙里。那天晚上啊，他做了个梦，梦见寺里的护法神和他说，因为他做了这些功德，所以他的儿子可以世世代代享受官禄。而他的梦境啊，果然十分应验，他的儿子包辩和他的孙子盛方都中了进士，做了高官。其实做善事也有很多种，有真的，有假的，有直的，有曲的，有阴的，有阳的，有是的，也有不是的，有偏的，有正的，有一半的，有圆满的，有大的，有小的，有难的，有易的，都各有各的道理。应该呀，仔细的去辨别，不然为善而不明理，往往就会产生自认为是在做善事，而其实呢是在做孽的情形，那不就白费苦心了吗？孩儿明白了，父亲。师父，佛家讲的是善恶因果报应，一定是好的有好报，作恶的必定会有苦报，绝不会不服的。就像影子跟着身体一样，人到哪里，影子也到哪里，永远不分离。可是为什么现在的某一个人是行善的，他的子孙反而不兴旺，
而某一个人是作恶的，他家反倒发达了呢？那么佛所说的报应倒是没有凭据了。平常人被世俗的见解所蒙蔽，这颗灵明的心没有洗除干净，因此法眼没有打开，不像菩萨一样能够洞视过去未来而不受时空的限制，所以把真的善行反认为是恶的，真的恶行反算它是善的，这是常有的事情。自己看错了，还不怪自己颠颠倒倒，怎么反而抱怨天的报应错了呢？师父，善就是善，恶就是恶，善恶哪里会弄得相反呢？你们把你们所知道的善事恶事都说出来。师父，骂人打人是恶，恭敬人用礼貌待人是善。你说的不一定对哦。还有贪财乱要钱是恶，不贪财清清白白守正道则是善。你说的也不一定对的哦。师父，究竟怎样才是善的，怎样才是恶的呢？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情，而使得别人得到益处，哪怕是骂人打人，这都是善；而有益于自己的事情，那么就是恭敬人，用礼貌待人，这都是恶。所以一个人做的善事，使他人得到利益，就是功。功就是真的了。如果只想到自己要得到的利益，就是私，私就是假了。从良心上所发出来的善行是真，只不过是照例做做就算了的是假。还有为善不求报答，不露痕迹，那么所做的善事是真。但是为了某一种目的的，企图有所得才去做的善事是假。凡事种种，自己都要仔细的考察。父亲，什么是端正之善？什么又是歪曲之善呢？一般人都认为谨慎随和的好好先生就是善人，可是圣人却认为敢作敢为、粗豪爽直的人才是善人。因为谨慎软弱、没有个性的人，虽然人人都说他好，而成为好好先生，可却是个随波逐流、没有志气、没有道德精神、没有道义勇气的人。以此类推，可以知道天地鬼神对于善恶的观念都与圣人的观念相同，而与世俗的眼光却刚好相反。所以说，如果想要积德行善，绝不可只为顺乎世俗人情、讨好世人、掩人耳目。我们必须要从内心深处潜移默化，一心济世扶危，诚意助人，这才是端正的善。如果有一丝毫的媚俗之心，或者玩世不恭，那就是虚伪歪曲之善了。父亲，那扬善与阴德又怎么分辨呢？凡是一个人做善事被人知道，那就叫扬善；做善事而别人不知道的，那就叫阴德。有阴德的人，上天自然会报酬他的；而有扬善的人呢，大家都晓得他，称赞他，他便享受世上的美名。而一个人的名誉如果超过了实质，必定就会有急祸的，因为天地神明不喜欢爱名的人。
所以有名望的人若只是浪得虚名，缺少实际上的功德的话，那么呀，他所遭遇到的横逆之事也就特别多了。相反的，一个人没有过失差错，倒被冤枉，无缘无故的被人栽上恶名，而他又能逆来顺受，那么呀，他的子孙常常会突然间就发达起来呀。父亲，既然行善，为何又有是善非善之说呢？从前呀，春秋时代的鲁国制定了一种法律，凡是鲁国人被抓到别的国家去做奴隶，若有人肯出钱把这些人赎回来，就可以向官府领取赏金。孔子的学生子贡赎人却不愿意接受赏金，孔子知道了就骂他，说呀，你错了，君子做事可以移风易俗行为，将成为大众的规范，你怎么可以只为了自己高兴，为了博得虚荣，就随意去做呢？子贡听了之后啊，有点疑惑，皱着眉头望着孔子。孔子解释就说了，现在啊，鲁国富有的人少，贫穷的人多，而你呢，创下了恶例，则大家认为赎人接受赏金是丢脸的事儿，以后还会有谁肯去赎人呢？从此以后，赎人回国的风气将会慢慢的消失了。还有一个例子呢，也是孔子的门生所做过的事情。有一次啊，子路看见一个人跌在水里，就赶快把他救上来。这个人就送给他一头牛作为答谢。子路接受了，孔子也知道了，就很欣慰地说，从此以后，鲁国就会有很多人自动到深水大河中救人了。从上面的两个例子，以一般俗人的眼光来看呢，子贡不愿意领赏金是廉洁的好事，子贡接受赠牛是不好的行为。但是孔圣人呢，却称赞子路，责备子贡，看法与世俗人完全不同。所以说呀，要知道一个人做善事，不能只看行为，必须看它产生的弊端。也就是说呢，不能只看现在，必须看到事情的结果，也不能只论个人的得失，而是需要看它对大众的影响。若现行是善，而其结果足以害人，则似善而实非善；若现行虽然不善，其结果有益于大众，则虽非善而实是善。父亲，那偏善和正善又有什么分别呢？从前呀，吕文仪宰相辞官归乡，乡民依然尊敬他如北斗星，看重他如泰山。有一天，一个乡民最后大骂吕公一顿，吕公认为他喝醉了，不去跟他计较。谁知道过了1年呢，那个犯人犯了死罪而入狱。吕公啊，才后悔地说，如果当初稍微跟他计较一下，送官惩罚，小惩足以为戒，也许啊，今日就不会变成这样子了。这就是存善心反而做了恶事的一个例子了。那么好，我现在就再举一个存恶心而行善的例子吧。有个大富之家碰到了荒年，穷人在大白天到处抢粮，富人呢就告到县里头去了。可是县官不受理，穷人因此胆子更大了，越加的放肆。富人迫不得已，只好自己私下惩治暴徒，乡里啊才为之平静，而免除了一场大乱。所以说，人人皆知善是正，恶是偏，但是如果存善心而反做了恶事，则是正中之偏；如果存恶心而反做了善事，则是偏中之正。这种道理啊，大家都应该知道啊。父亲，那半善和满善又怎么分晓呢？易经上说，一个人不积善，
不会成就好的名誉；不饥饿，则不会有杀身的大祸。就像把东西存进容器一样，勤而积之则满，懈怠不积则不满。从前呀，有一位女子，常常到庙里烧香，可是她的家境啊清贫，只好把仅有的2文钱捐献出去。而寺庙里的高僧却亲自为她诵经祈福。这位女子十分的感动。后来这位女子进了皇宫，做了妃子，就带了许多的钱财来庙里布施。主持和尚收了银子，却只吩咐小和尚为他诵经。贵妃大感惊愕，连忙向主持追问：师父，以前我只是捐献2文钱，你却为我亲自祈福，如今我捐献了1000斤重礼，何以您却只叫你的小徒弟代劳呢？阿弥陀佛，以前你布施虽少，出自真诚，非老僧亲自诵经，不足以报答。今日你布施的虽多，但是心意却不如以前真诚，因此只要有人代劳就行了。阿弥陀佛。这个故事啊，就是讲1000斤是半善，2文是满善的道理，明白了吗？还有啊，以前汉钟离修炼成仙后，要传授吕洞宾点铁成金之术，以利行善济世。吕祖就问：这种金会还原吗？钟离就回答说呀，500年以后仍旧要变回原来的铁。吕祖就摇摇头说呀，这样不是害了500年后的人吗？这种法术我不想学了。钟离望望吕洞宾，就笑着说了，修学仙道啊，要先积满3000功德，就凭你的这句话，3000功德已算圆满达成，可以学仙了。所以说，为善必须发乎真诚自然，事后不要记在心里。若虽是小善，都能够成功圆满。如果怀有企图行善，施恩忘报，就算是终生在行善，也只是半善而已呀。譬如以前救济别人，要里头看不见布施的我，不可认为自己肯把东西布施给别人就算了不起。2要外边不看见受布施的人，不可以把受我布施的人认为他得了我的恩惠。3呢，要中间不见布施的钱财。这3种都要看空，才叫3轮体空，一心清净，不着一点痕迹。这样啊，就算是1文钱也足以消千仞之罪，斗米也能种下无边无涯的福了。所以说，如果施人而心不忘，施恩而忘报，舍财而心痛，这样啊，就算是布施10000两的黄金，也只是半善呐。父亲，那大善和小善又怎样去区分呢？从前呢，有一个人叫魏仲达，他在翰林院里做官，有一次被鬼族把他的魂魄引到了阴间去。魏仲达，不用惊慌，本王此次召你前来地府，只是要你知道过去的德行罢了。判官，把他的善恶簿全都拿出来。是，阎王。阎王爷，在下才30多岁，哪来如此多恶路呢？只要一个念头不正，就是罪恶，不必等到你去犯。譬如看见女色，动了坏念头，就是犯过。判官，看看他的善恶簿哪个重？善禄簿和恶禄簿。启禀阎王，他的善禄簿比恶禄簿重。奇怪，我的善禄怎么会比恶禄重呢？
我到底做了什么大善事啊？我都记不起来了。你真的忘了？杨坚皇帝有一次要兴建大工程，修福州3山地方的石桥，你上书劝皇帝叫他不要修，免得劳民伤财。这就是你上书的奏章文稿吗？可是后来朝廷都没有采纳，这份书表怎么还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呢？因为你的一念之善普达万民之身，如果被采纳，则善的力量就更大了啊。救济众人种类很多，重要的项目大概有10种吧。父亲，是哪10种呢？你去准备好笔墨，把它们记下来。是的，父亲。父亲，孩儿已经准备好了。好的。第一是与人为善，就是看到别人有一颗善心，我就去帮助他，使他的善心增长。别人做善事，力量不够，做不成功，我就去帮他，使他成功，这就叫做与人为善。第二是爱敬存心，就是对比我学问好、年纪大、辈分高的人都应该心存敬重，对那些年纪比我小、辈分比我低、境况穷困的人呢，都应该心存爱护呀。第三就是成人之美，譬如一个人要做一件好事，尚未决定，则应该劝他尽心尽力地去做。别人做好事遇到了阻碍，不能成功，我们呀应该设法去引导他，劝导他，使他成功，而不可以因为心存嫉妒而破坏他呀。第四就是劝人为善，碰到作恶的人，要劝他作恶必有苦报，恶事万万做不得。碰到不肯为善的，或那些只肯做些小善事的人呐，就要劝他，行善绝对有好报，善事不但要做，而且还要做得多，做得大。第五呢，就是救人危急。一般人多喜欢锦上添花，而缺乏雪中送炭的精神。而每当遇到他人最危险、最困难、最紧急的关头，能及时伸出援手，帮助他人解决困难危机，可以说呀，那是功德无量的呀。第六呢，就是兴建大利。有大利益的事情，自然要有大力量的人才能够做到。一个人既然有大力量，自然应该做些大利益的事情，以利益大众。例如修筑水利系统、救济大灾害等等。第七呀，是舍财作福。俗话说，人为财死。世人的心总是爱钱财，求财都来不及了，还愿意舍财去救济别人吗？因此，能舍财去消除别人的灾难，解决他人的危机，对一个常人来说呀，已经不简单了，对穷人来说则更加了不起了。第八呀，就是护持正法。宗教有正有邪，法也有正有邪。具有正知正见的佛法，是最容易教导人心、挽回善良风俗的。如果有人破坏，一定要尽全力保护维持，不可以让它破坏呀。第九就是敬重尊长。凡学问深、见识好、职位高、辈分大、年纪老的人，都称为尊长，自己都应该要敬重，不可以看轻他们呀。第十呢，就是爱惜物命。
凡是有生命的东西，虽然像蚂蚁那么小，也是有知觉的呀。小的痛苦，并且贪生怕死，我们应该哀怜他们才是，怎么可以乱杀乱吃呢？善事无穷无尽，哪能说得完呢？只要你把我所说的话细心的推敲，那么无数的功德都是可以做到的呀。好的，父亲。